大家好，我是猫盾。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，目前到处肆虐的助战兔子究竟有没有破解的方法？助战兔子主要有两个比较特殊的能力，第一就是每回合全体都可以免疫一次控制的能力。免控的能力在目前这个控制已重新回到主流的版本里，其实还是蛮好用的。控制的版本将会持续好一段时间。SP 孙策之后的两位 SP 武将。SP 貂蝉和 SP 刘备都是具有控制能力的武将，而且下一个登场的稀有灵宠白泽也是一只拥有控制能力的主战灵宠。这个免疫控制的能力，甚至也可以影响出战兔子的发挥。不过，每回合免疫一次控制能力的威胁，其实还是很有限的，并不是这能力不强，只是一男五女的队伍在组队上的限制太多。所以你也很难真正的组出什么强力的队伍来，所以也无需太过担心。兔子真正强大而且麻烦的能力，是它给予1号位无限闪避的能力，这才是最让人头疼的事，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讲解的地方。现在两个兔子女团的战斗里，经常可以看到打满20回合而不死的案例，看到这样的结果，你就知道兔子的闪避是有多么夸张了。想破解兔子无限闪避方法，大致上有3个方向。第一种方式是主动控制，而控制又可分为2种。第一种是在首回合结束前，就提前对1号位施加不可行动的控制状态，提前阻止兔子启动无限闪避。按照字面上的理解，在判定时只有目标无法行动或不在场上，兔子才不会启动闪避能力。这么一来，类似沉默、冰封、封印之类的控制就起不了作用了。只有眩晕、魅惑和撞飞这几种能让命中目标无法行动的控制，才能让闪避无法启动。目前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公孙瓒的撞飞了，只要一脚把1号位武将踢走就完事了。其次是貂蝉的魅惑，一般会占1号位的武将，攻击力都不会太低，所以也很容易就会成为貂蝉魅惑的目标。如今女团又多了助战兔子，可以降低对面的异常抗性，这么一来，貂蝉魅惑的命中率又再次提升了。想要在回合结束时使1号位处于魅惑的状态下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。公孙瓒和貂蝉算是如今最容易限制1号位发动闪避的其中2位武将了。第3位是孙鲁班，中毒能使目标眩晕的就有贾诩和孙鲁班，他们只要成功叠3层，就能使目标眩晕2回合。贾诩目前已经出不了场，所以孙鲁班现在就成了火烧队破解兔子的最重要成员。另一位吴国武将凌统，虽然也能眩晕，不过他的眩晕流程就过于复杂和缓慢了，想靠他的眩晕来破解兔子恐怕也很难。由于羁绊的变动，凌统日后在火烧队里还能不能上场也是个未知数，这个只有日后实测后才能知道效果了。其他能眩晕的武将还有张合，张合的眩晕也有概率可以眩晕到前排，虽然这会需要一些运气成分在内，但这也让五子队有了能应对助战兔子的能力，有总比没有的好。最后是关银屏，虽然他也能眩晕，但目前比较缺乏能配合的对象。关银屏想要出场，还是等他改了专武技能后再说吧。这个时间点大概会落在 SP 刘备上线时，大家就再耐心的等待一会儿吧。以上都是主动型的控制，这一类型的控制都必须要在首回合结束前，先将1号位控住了才有用。若是等到1号位武将进入无限闪避后，这类主动型的控制就没有用了，因为打不到，就无法添加控制。这时候就得靠被动型的控制，才能打断兔子的无限闪避。拥有被动型控制的武将，第1位是高顺，这个相信大家也都熟悉。高顺添加的护盾只要被打破，就有概率能对打破的武将或随机一位武将施加眩晕。只要成功眩晕到1号位武将，就能使兔子的闪避失效。另一位可以施加被动控制的是 SP 张飞。SP 张飞的战力能使前排武将在闪避2次后即刻触发眩晕，这么一来就可以阻止兔子的闪避继续发动了。本来这是最能稳定破解兔子的方法，但无奈的张飞的换位也让这技能添加了很多不确定因素在内。
不过以控制的手段来破解兔子闪避的方式，只能用在可控制的武将身上。若是遇到 SP 吕布这种可以无视控制的，以控制来破解闪避这条路线就行不通了。这时候就只能采取第二种方式，换位来破解了。说到换位，很自然的就会想起刚刚才提到的 SP 张飞。SP 张飞能使对面的武将在叠满2层战力后，就让对方的前后排互换位置。在队里有带高顺的情况下， SP 张飞在开局就能先发动一次龙魂技叠1层战力，想在第一回合再发动一次龙魂技进行换位基本不难。虽然换位后新的1号位武将依旧可以触发闪避，但那也已经不是对面原来想要保住的那位主力了。换了个人吃闪避的效果，那效果可就天差地远了。不过 SP 张飞的换位得在回合开始前，兔子添加符愿之前才有效。如果在回合开始后已经添加了符愿的状态后才换位，即使被换到后排去，闪避也依旧会生效。如果想保险一点的，那就 SP 张飞和高顺都一起入队，这样就有更多的保障可以破解掉助战兔子的闪避了。没想到吧， SP 张飞居然就是那位最有机会破解掉助战兔子的人。另一个能换位的还有至少3星的出战伏牛，不过伏牛只能使攻击最高的那一列换位。如果面对是 SP 张辽站1号位的队伍，那么伏牛就可以稳定换位，超级省事。但如果面对是 SP 郭嘉或 SP 吕布站1号位的队伍，那很大概率最高攻还是张辽的，这么一来就无法让1号位的武将换位了。所以伏牛顶多是在打汉中这种已经固定的队伍时才好用。当然，也不是每支队伍都能带这些武将出场。如果队伍不适合带这些武将出场，那就只能采取第3种方式，硬打了。第一种方式是透过使用神兵硬打，不过目前能造成大量伤害的神兵就只有射日弓，所以想用神兵硬打的，就只能等到战斗后期人数变少后才有效了。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先有能力处理掉其他的武将，造成减员后，最后才能使用神兵收割。如果你打不了对方的1号位，那就不妨把你的主力放第3列，先从第3列开始打起，最后才处理第1列，这样就会更方便使用神兵来收割。第二种硬打的方式就是使用灼烧，闪避虽然可以回避攻击，回避减役，但却无法阻止挂火。只要火能挂得上去，灼烧就可以正常造成伤害，这是只有火烧队能用的方式。如果真的没办法打兔子女团的，在下个版本抽个 SP 孙策来玩火烧队也是方法之一。再不然就只剩最后一个方法了，那就是打不过就加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